大众车的高级感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不少老司机对它的固有印象。现在的大众呢，主要生产的还是质量不错、适合家用的普通车型。那这个梗高级，它是来源于几年前的一个新闻啊。新闻里面呢，一辆黑色的大众轿车突然开的过程中就着火了。那这个司机呢，对记者采访说了句：“因为这个车比较高级，好比说明明三星手机自己爆炸了，还说他自己很高级一样，然后被更多的朋友恶搞了一下。”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梗但实际上大众确实是在不少人，尤其是老一辈司机们的心里留下过高级的印象的。这原因之一呢，就是大众很早就进国内市场，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一拉，中国就和大众有接触。当初中国派了代表团去欧洲、美国、日本等等这些汽车强国去谈合作，希望能合资搞一个年产3万辆的整车工厂，同时呢，也希望转让点技术给我们，就好比我房子嘛租给你开饭店，房租少算一点，但是呢，你把我家那个儿子烧菜带出来那结果呢？只有德国的大众公司完全接受了我们提出来的这个设想。1984年成立上海大众，国内第一批合资车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大众作为最早的那一批早鸟不光是拿出了最新换代的帕萨特比尔，也就是桑塔纳这样的传统产品，同时呢，还给中国复杂的路况糟糕的油品各种奇怪的事情都调整了。把这个车子离地间隙都升高了一下，全国呢也建了一些特约维修站的网络。这个就好比说是海底捞火锅了不光是说味道本身不错，服务也是可以到位的。那相比之前没有技术积累的国产车什么苏联品牌可以说是完爆了这巅峰的时候，桑塔纳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有率整个中国占有率超过60%，基本上3台车里面就有2台是大众，确实是在不少老司机心里面留下了这个车子比较高级的印象。而且有数据论文几种国产轿车1994年年初成本价格情况里面他说一辆普通的桑塔纳94年的售价高达16万8千块，是当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收入3179块的53倍。也就是说买个桑塔纳够一个人活50年了现在的房价不过如此嘛，对不对？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的大众本身就是高级豪车身份的象征了。那老一辈的司机心里面嘛，这种印象就一直延续到现在了。那可瑞德资讯的数据呢，70后车主里面，大众品牌的忠诚度高达24%，比丰田还高出40%。在他们心里，大众就是豪车，就是豪车高级的代表。不过这个高级的印象确实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的。那毕竟那个时候买得起车的是极少数嘛。那和这个高级印象相反的呢，是大众本身的品牌定位，其实并不是说让你那些少数买得起人用的奢侈品，而是要做大多数人都买得起的家用车的。当时希特勒创立大众公司的时候，就要求大众公司为帝国服务，让帝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都是这么定义的。生产的车子能坐下一大家子人，速度嘛也要快，价格也必须便宜。说白了，基本上就相当于是社会福利了，人家要搞政绩的。那大众旗下这么一看，其实就没有多少高级车了，豪华轿车代表辉腾也停产掉了。数据统计来看，如果没有奥迪加成的上汽大众，近几年的单车平均售价12万块钱到13万块钱，就这么上下飘飘。18年全国规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就有68380块钱了，那算起来车价刚好是年收入的2倍左右，那不是前面说的遥不可及的50多倍这种半辈子生活那这个售价算是我之前内容讲过的比较合理的购车范围了，是大多数人都是买得了的车那不算是豪华车或者超高级的去年的销售统计数据也是印证这一点的，这个区间12到13万，汽车销售占比是占总的45.7%的，将近一半了排名各价格区间第一，也是主要的销售区域。所以现在说大众高级，都不如说大众车确实是非常懂中国消费者。中国特供车这个词就大众想出来的。从消费观破解国人购车行为这个论文里面有讲过这中国消费者买车对于外观、空间、配置非常看重，大众就针对中国市场的消费观念，不断的推出加长、拉皮各种各样的特供车。这个朗逸还经常问鼎轿车销量王的宝座的，可以说大众一系列的针对中国市场的优化真的是非常成功的，加上德国品质的营销和品牌认知度，不少车主都是动了心，不少人都变成了大众车主，那在心里产生的这个车子比其他车子都要好的感觉也是很好理解的。就好比说你一家小饭店，虽然规模呢不是很大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这个菜品做的很精致非常讨人喜欢就会让人产生这家饭店真的的确是不错，还是蛮高级的，最起码和街边小店还是不一样的。要是说这家店还能开个100年，说不定以后就是大饭店了。
总的来说，大众的确高级过，但那个不是大众它的本意。高级这种事情啊，主要还是集团下面什么奥迪、宾利、布加迪这种品牌做的事情。大众这个牌子本身啊，还是专注于让大多数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这么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个目标的啊。关注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备胎说车，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备胎说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